3合1改造效果真是明显啊！以前满街的碎布头垃圾没了。环保自觉靠大家，可是跟往年相比啊，这碎布头的生意好得有点奇怪。需要想那么多吗？不就是一堆碎布头吗？哎，我先抢到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不讲道理啊你！我先抢到的，是我的，你给我放手啊！你放手！罗大伯，大娘来，有话好好说。怎么了这是？放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这把布头是我先拾到的，这老头抢我的。谁说这个是你先看到的？啊，这上面写你的名字了吗？你要是叫他回答你，我就给你。抢到你！大娘，谁是抢到？别消气，你不讲理，你消气。罗大伯这个人啊，虽然脾气有点怪，但是人不坏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，再给您拿一帮布头，您就别生气了啊。等我一下。哎，行了，我们帮你们解决问题，好吧？都先消气儿，警察都来了，把事儿交给我们解决，好不好？啊，行了，都少说2句啊，消气儿，别生气了。来，给您，这下可以了吧？哎呀，这不是人家厂里的东西吗？阿姨，他拿的是他未婚妻的东西，您就放心拿走吧。哎呀，以后啊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，别生气啊。哎，好。跟我抢！罗大伯，来，谢谢啊。哎呦，罗大伯，您这一车货挺重的，我帮您送回去吧。用不着，我还没老到蹬不动车的时候。罗大伯，哎，你们老人巷最近收布头收得这么积极，是不是布头价格看涨了呀？这个跟你没关系啊。走了。好嘞，您慢着点啊。哎，来。哎，我还真是有点不明白啊，这罗大伯有好好的敬老院不住，非得跑到老人巷去收布头。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，以往卖到机械厂做擦机器抹布都卖不了几个钱的破布头，现在居然变成了紧俏货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不对啊。抽时间，我再找罗大伯好好聊一聊。走吧。连同举报信一起寄来的衣服里，确实发现了黑心棉，但是没有牌子，来路不清。我让信访办的同事啊找到了举报人，对方说这件衣服啊是在东北的一个小地摊上买到的。那个摊主介绍说，这衣服可能是我们织女镇生产的。也就是说，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衣服是从织女镇流出去的。对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信访办的回复邮件啊，我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里，有空呢你也看一看。这我就放心了。不过还没有把心完全放到肚子里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人的性格底色呀，是早就给涂上去的，很难改变。你要是真的放下了，那就不是你徐小河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倒可以就这个举报信为契机，彻底查一查我们织女镇是不是存在着使用黑心棉的情况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。没问题。好。罗大伯，这条巷子里面的老人怎么越来越多了？老人不多，还能叫老人巷吗？过世了一批，进了一批，再过世一批，再进了一批。只要织女镇的人能活到老，这条巷子会一直在。小心滴水啊！您看，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，为什么不考虑进养老院住呢？那儿住的条件呀、吃的条件都好，而且你有一个病友在的，也会有人及时照顾你。用不着，别看我们住在老人巷啊，可人都不老，都有本事赚钱养活自己。若是真进了养老院，那不承认自己是废人了吗？哎，好了，到了，来，到了，车放这儿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夏。在这次正阳广播时间里，老夏要给大家敲敲警钟，那就是我们要坚决杜绝黑心棉。
大家都知道，今年棉料价格涨得快，棉衣单价却不能定得太高，不然我们就没有销路。但是啊，绝不能为了压低成品的价格而不顾原材料的质量。老夏要说的就是，我们绝不能用黑心棉，那我们就偏离了良心呀。为了确保我们织女镇没有这类情况出现，由镇政府牵头，各街道办配合，将不定期、不定时对各童装企业的棉衣成品进行抽查检验。这次检验行动就为了验一个放心，我们镇的童装招牌不能毁在一堆乱棉絮上，更不能毁在我们这一辈织女镇人的身上。这是刚下机的，拿去检测吧。白偶，谢谢你的配合啊！说实话，就你的厂我最放心了。不过没有办法，只能是公事公办。小何姐，说实话，你放心，我还不放心呢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像我们这样的小厂，质检能力有限，但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原料的好坏。我也不知道黑心棉长什么样子，正好需要质检人员上门来帮忙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之前听在童装街上打工超过10年的老工友说起过，黑心棉会不会出现有一个风向标？风向标，就是看这几条童装街上收碎布头的价钱是不是涨了。还有这事儿啊？听白偶说，只要一个地方有制造黑心棉的，童装街上就会出现大量收购碎布头的现象。我觉得这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张伯下棋呢？哎，王警官，哎，王婶，哎呦，这个来，我来，这个您拎不动啊。咱们镇子呀，收碎布头的大多都是老人，他们的子女呢都在童装厂工作，这些老人都集中租住在这条巷子里面。这些老人当中，收碎布头时间最长的是罗大伯。有什么情况你想了解的，可以问他。到了，就这儿。罗大伯，我是王淑文。罗大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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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怎么了？罗大伯，罗大伯，淑文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罗大伯，喂，120吗？我是社区民警王淑文，现在老人巷有一个老人需要急救。淑文，罗大伯的家人呢？我们去外面说吧。老罗的爱人呢，走得早，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在10几年前的一场3合1厂房的大火中去世了。老罗认为他的儿子还在，想一直陪着他。这么多年呢，他就是靠收碎布头来过活。像这样的老人，应该送进养老院呢。但是老罗他不肯，说他自己还不老。其实啊，在这条街上，像这样的老人有很多，他们年纪大，反应能力不如年轻人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有限，连手机都不会用，因为住的是出租房，舍不得装座机，有什么事情都是靠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跟外面联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们要不是今天刚好去找人，也发现不了罗大伯中风。刚医生还说呢，如果不是及时救过来，连命都没有了。说的是啊，所以我们这些民警呢，也相当于是这些老人的半个保姆。修水管、送杂物，每一件看似平凡普通的小事，对于这些老人来说都是很难解决的大事，所以就需要我们经常巡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。有的时候来晚了还会被骂。
你们的人力、时间都有限，而且你们也不可能永远来照顾这些老人。但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。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忙不过来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可能发一个告示，然后给每一户老人发一条黄手帕？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可以把这个黄手帕放在窗外或者是门口，这样外面的行人可以及时发现问题。这样的话，老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。你这个主意好，回去以后我就跟领导请示。好。小何啊，这个老人像啊，一直是织女镇被人遗忘的角落，难事杂事特别多。我平时呢，就跟淑文他们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关照好那些收布头的老伯伯老妈妈。但是还是有遗漏，你看，老罗生病的事情还是发现晚了。也不能把他们的家事私事都交给民警去处理，这不现实。片区巡逻不可能一直在他们家附近吧？如果老人家在家，突发事件来不及打电话，怎么办？找谁求助？织女镇每个片区，除了民警，还有网格员进行安全巡逻。如果我们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来，让这些老人能够及时的求助于社区和街道，这样做不仅能够减轻民警的负担，效率也会提高。对的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对我们全镇的童装企业的棉制品的抽查结果我已经看到了。虽然没有查出来黑心棉，但是抽查毕竟是局部的，到底有没有遗漏，我心里也没底啊。我也有这种担忧，在我们镇，到底有没有黑心棉，现在还不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这个问题呢，对小何同志呢，也要敲敲警钟，让他不要松懈。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小何的态度非常明确啊，也很强硬，所以这个工作交给他，我还是很放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您提议的那个同乐城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要抓紧啊！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回头呢，我给您看看。好，抓紧。大伯，打扰您一下。您今天收了多少碎布头啊？不多，100来斤。那这些碎布头，您送到哪儿去卖呢？随便哪里，随便哪里。随便哪里？那总有人跟您买，您才能收这些碎布头啊。姑娘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大伯，您就告诉我呗，这到底要卖到哪儿去啊？反正这条街收来的碎布头都是老罗统一给我们卖出去的，钱也是他拿回来给我们分。老罗。王伯，就等你了。哎，我来吧。老陈，筐子给你擦干净了啊。哦，好。那别忘了，有什么事情再把这个黄手帕挂到那儿，我们就知道了啊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来，我来。啊。妈，您查我童装公司的订单，最起码的应该先通知我一声吧。通知你还叫查吗？我就觉得
总是在提防我。佳瑶，不是提防，是为了生存。你说你童装公司要是没有生，那怎么存呢？佳瑶，你怎么又找外包了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公司生产能力没问题吗？不是生产能力问题，是制衣的成本价格问题。外包的单价非常合适，完全可以给万成带来利润。我为什么不能找别的厂来做呢？我现在就让姚倩把那个报价表送过来，给你们看。不用送，我都看清楚了。根据目前的市场面料价格，你觉得这样正常吗？佳瑶，我们万成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，赶紧收手吧。把这些外包的单子都收回来，有什么损失，我们万成补偿。那些已经制成的成衣，一律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要？政府部门是派了专人到我的仓库来抽查的，我所有的外包的成衣，那个质检全都是合格的呀，妈。虽然现在看不出问题，你想想，定价比成本低，有哪个傻瓜愿意做这种亏本的生意呢？虽然现在没有查出问题来，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隐患。一旦这隐患发生了，那一定是致命的。仿牌的事情，差一点把我们万成拖下地狱，这教训还不够吗？不要再有任何解释了，赶紧和那些外包厂断绝合作。有什么损失，该赔偿的我们都赔偿。我只相信一针一线我们万成生产的童装。我怎么跟人解释？啊，我就说，因为我们怀疑人家有猫腻。妈，您不是觉得外包有问题，您是觉得我有问题，您就一直没有相信我您这个大儿子。你去哪儿啊？回来！佳瑶，佳瑶，哎呀，你不要劝我，这回我绝对不会跟妈低头的。低头比砍头还要难吗？你之前跟陆欢搞的那个仿牌的事情，让万成差点走上了绝路。走绝路了吗？我现在不是挺过来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你大哥，你给我讲话注意一点。我是为你好，你为我好就跟我站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当小何跟我提起说织女镇可能出现黑心棉的时候，我光是听到黑心棉这3个字就已经胆战心惊了。如果黑心棉出现在我们万成的外包产品上，那我们万成真的没有活路了。妈就是怕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宁愿蒙受损失，也让你把所有订单全部拿回来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了给万成买一个保险。买什么保险呀？我每一件成衣我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的，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5万手外包单子，成衣起码有25万件。万一质检发生了疏漏，那就是埋下了定时炸弹。还有，黑心棉是什么？是成衣的填充材料，只要经过了漂白，目测很难检测出来。黑心棉那是要犯罪的，你觉得我是傻瓜，我会干这种事情吗？外包价格那么低，还能有利润，那只有降低成本。怎么降低成本？你干了那么多年服装，你不会不知道。只有在原料上用低价的、劣质的、鱼目混珠的。你不要危言耸听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我万家要的外包单子一定会给万成带来利润的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坐牢。现在不是赌咒发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，听我这一回，听妈这一回，听董事长这一回，行吗？说来说去，你和妈都不相信我。行，你告诉董事长，如果让我在万成还继续当那个总经理，就听我的；如果让我按照你们的意思来做，我明天就辞职。加油！
小哥啊，你今天来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谈这个事儿的？我今天是以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来问您的。哎呦，那我得称你一声曲副镇长喽。妈，您这是预料到我会来问您关于万城外包的事情，所以您早就把资料准备好了是吗？小何啊，这黑心棉事件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织女镇童装产业的声誉问题。你们做的工作不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童装产业的声誉吗？那我想我们每个企业家都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它。所以当佳明跟我说你在抓这一块的时候，我已经想定了，一定要全力以赴地配合你的工作。您真是通情达理，妈，谢谢您这么支持我的工作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何啊，说心里话，我能这么坦坦荡荡地配合你的工作，是我相信佳瑶他们一定会吸取以前的教训的。没错，这就是万城给我的订单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给万城的棉衣单价已经低于现在的市场价了。我想知道，难道你们这样不会亏损吗？哎呦，镇长想的真是细致。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去年秋冬款制作的时候呢，正赶上3合1改造。那我就丢了一批大单子，我的原料棉呢就压在仓库里，结果没想到反而是今年让我大赚了一笔，怎么着？有问题吗？老曹啊，有没有问题查过了才知道。我们想到你库里看看棉料。啊，好，那走吧。哎呀，那都在这儿呢，就这堆。才这么点啊？太少了吧？昨万城给我的单子，那就是这都用的差不多了，就剩这些了。这都是啊。嗯。这曹老板还挺配合的，我觉得他的厂应该不会有黑心棉的情况吧。我觉得曹老板这个人啊，越是心里没鬼，他越是逆，因为他不怕查。反而给你的调查添堵。可要是他心里有鬼呀，就显得特别配合，让你放下戒心。喂，舒文。小何，老罗醒了。是吗？啊，太好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我们走。罗大伯醒了，他刚有说什么吗？他现在只是刚醒过来，话还说不太清楚。哦，就是这件。哎，你们不能进来，里面在等着啊！你们先出去。刚才人还没事呢。怎么回事啊？大夫。你们是病人家属吧？病人脑血管突然破裂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你们节哀顺变。但让他们查，让曲小河查，怎么查都可以。我就不相信了，清清白白的找一个外包。还强行给我们加一个罪名吗？我希望我们的童装公司以后都可以永远清清白白的，要不然我会被万城集团开除的。所以我想过了，他们查查也好，查得越仔细呢，就越能证明我们的清白。佳瑶，没事的，你相信我。
老罗这一走啊，黑心棉的线索就断了。舒恩，舒恩，你看，线索还没有完全断。依照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排查过的近万家童装企业中，并没有查到黑心棉的产品。看起来这情况很合理吧？但实际上更暴露了其中的更大的问题。你想想，如果织女镇没有生产黑心棉的据点，那布头的收购价怎么会涨成那个程度？甚至呢，它还有偷窃，还有混抢。哪怕黑心棉没有被织女镇的企业主所用，被转移到了镇外的加工厂做成原料，那也是一大祸害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个祸害的源头找出来。要想找到据点，应该就只有一个笨方法，那就是通过收布头的那些老人。所以，老人像应该是个突破口。舒文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大伯的说法，老人像这边，我们派出所民警也已经多次去了解过情况了。大伯，哎，这些布头卖给谁，您总知道吧？不是我们不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，这都是老罗头牵的线。老罗说那是个大老板，给他钱多。那现在老人像是谁在跟这个大老板接头呢？老罗走了以后啊，就没有大老板来收这些布头了，现在只能卖到老收购点去了。可是我们不甘心线索断了，就在老人巷连续蹲守了10几天，但仍然没有守到那个所谓的大老板的影子，只见到有收布头回来的，没有看到空车进满车出的。那为什么公安一派人，这个所谓的大老板就不出现了呢？有可能是这个窝点的人听到了风声，知道我们在查，所以他们就堵了起来，布头也不收了。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啊。那是什么原因？你们想，但凡做这种黑心生意的，都一定是视财如命的人。换位思考啊，如果你们是藏在镇上做黑心棉生意的大老板们，你们要怎么做才能用最低的成本换到最多的布头呢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算过一笔账，与其从老人手里收布头，还不如自己亲自去收，甚至去偷。有道理，看来还是要从打童装厂主意的偷布贼抓起。曲副镇长，我们已经在童装厂的各个街区都布置了蹲守点，现在只等鱼上钩了。太好了，希望这一次能有收获。你看，那个人跟了舒文好几条街了。哎，老头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老头，你这身布条卖吗？卖呀，不卖我靠什么吃饭呀？这一带没见过你啊，新来的吧你？啊，我女儿过来打工，我就跟着一块过来了。好，我说呢，哎，你这身布条卖给我吧，1块5一斤。不行，人家都是5块钱1斤收的，你这哪有那价啊？你肯定听错了。这样，5块钱2斤，我收了。行，那就5块钱2斤，我给你了。哎呀，我这车是满的，你这也不少，我一个人拉不完呀。啊，那你看这么着，我呢把这车布条给你送过去，你再给我加10块，行不行？行，就按你说的，走吧。那就点钱吧。哎，这地方也没有地方过秤啊，到地方过了秤，我马上数你钱。走吧。2块5一斤，不能赖账啊！不会少你钱的，走吧。奇怪，
怎么回老人巷了？别急，再等等看。这不是我住的巷子，老头儿住在这里没几天，这条巷子的秘密你还不知道吧？怎么又不见了呢？那是个探头死角，没想到头部贼把布头带回老人巷了。还好我们留了后手。哎，你的那些布头总共是84斤半，算您85斤啊，谢谢。一共是220块钱，加10块钱运费，230。谢谢老板。各部门按原计划开始行动。老板，那个你们收这么多碎布头，做的这个是什么呀？假棉花？这你就别管了啊，只管拿好你的钱。哎，我可听说这假棉花给人用了，那是要生病的呀。什么生病不生病？你自己不用不就得了吗？啊，我要不弄这些假棉花，哪来的钱收你这些破布头啊？啊！往上爬。我之前就听老罗头说，有个大老板高价收碎布头，说他就是你吧？哎，不对呀，你不是说你刚到织女镇吗？你怎么认识老罗的？拿！不用！哎呦！警察！拿！不用！警察！龙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就是那大老板。抓到了！抓到了！太好了，抓到了！谢谢严副局长，你们辛苦了。哎，应该的。今天凌晨1时，在织女镇上，一个黑心棉团伙被当地公安民警抓获。据调查，该团伙已经在织女镇上盘踞长达1年多，专门通过从拾荒者手里收购布头来制作黑心棉。公安民警在该窝点查处已制作黑心棉多达500吨。根据凌晨抓获的据点头目交代，像这样的黑心棉地下制作窝点还有另外的4个，分布在织女镇各处。当地公安民警已逐个突破。这些被查获的窝点中，其中最大的一处缴获了800吨黑心棉，最小的窝点也有200吨等待出售。不法分子交代，这些黑心棉都是外地不法商贩提前预定的原料，窝点不定期利用卡车将黑心棉运送出镇。我犯法了，我做了违法的事情，我全部交代，希望政府能够宽大处理。请问你是曹云凯吗？我是。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6个不同的服装填充物的样本都是黑心棉。检测人员说呢，这一批黑心棉大部分都是经过漂白的，所以用肉眼很难鉴别出来。
但是有一个简易的方法能够鉴别出来，就是漂白后的下脚料用鼻子闻会有股味道，如果用火烧，那会更加的刺鼻。正如我们所料啊，我们织女镇啊确实有厂家用黑心棉加工童装。现在呢，司法部门已经介入，就等着司法机关给出的结论吧。我有预感，这小小的黑心棉将给我们织女镇带来一场暴风骤雨。你说金斗童装厂与黑心棉窝点没有任何瓜葛，那为什么嫌犯贾世才提供的出库单里明确有你的收货签字？这是污蔑，我真的是清白的。不信你们到我厂里去检查，要是能找出半两黑心棉，你们就罚我坐一辈子牢。纠正你一下，你涉及的是刑事案件，一旦证据确凿，那就不是罚，而是判。我们奉劝你再慎重考虑一下，如实陈述。放你们来。这次在制造窝点查出了1000吨的黑心棉，现在就是要查清楚他们的去向。根据掌握的情况，有一部分已经流出去了，还有一大部分被织女镇的小厂已经加工成了成衣。外地的贩子呢，大多都是当场提货就走人的，给窝点的资料基本都是假的。要想一一查清楚去向，还得需要一点时间。当地拿货的呢，那个所谓的大老板贾思才，他就只提供了金斗童装厂这么一家。可是从他们家库房中抽取的样本，经过检验，发现原材料又都正常，没有使用黑心棉的迹象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假设这个金斗童装厂他使用了黑心棉，那他们会不会已经把这批货给运出去了？哎，大武，他们家发货单你查过吗？查过了，从发货单上发现，他们给万城加工过一批成品，而且已经发给万城了。万城？妈，您上次给我的外包明细单里就有金斗童装厂，而且就是棉衣的订单。现在金斗童装厂和黑心棉窝点有暗箱交易的嫌疑很大，我希望万城和黑心棉事件没有关系。我也认为不会有问题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单子主动的交给你呢？是吧？问个清楚的，看看我们这张单子的来龙去脉。毕竟不是所有的童装都是黑心棉，看看我们万城是不是清白的。我知道妈一直对万城很有信心，可是凡事总有一个万一吧。您也知道，织女镇的治理工作庞大而又复杂，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小何啊，说句心里话，你现在对治理这个工作可谓是走火入魔啊。我们万城啊，刚刚走出了仿派童装的阴影，虽然现在有点起色了，可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。我这个董事长对老万留下的这些家业，我的捍卫之心也可谓是走火入魔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他的。哎，说到底，小何，你也是我们万家的媳妇儿，你现在镇上的工作，我是全力以赴的在支持，是不是？同样，万一万城遇到一些麻烦，我也相信你会保护他，不让他受伤害的，是不是？我还是希望妈能够理解我。今天的彻查，如果万城有问题的话，我作为黑心棉事件调查组的组长，我必须追查到底。我说黑心棉它是黑的，哎，你看看，这棉絮白白的呀，那怎么可能是黑心棉呢？
你把咱们生产的衣服拿过来。你闻闻，味道一样吗？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！骂谁呢？骂你！是你让曹金敢来做的代加工，这些衣服就是黑心棉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那些衣服在哪儿？已经运走一半了，还有一半呢，在外面的货车上。神经病！笨丫头儿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！你把我家害死了，知不知道？笨丫头儿！妈，您上次给我的外包明细单里就有金斗童装厂，现在金斗童装厂和黑心棉窝点有暗箱交易的嫌疑很大。万总，咖啡。陆总，咖啡。不用了。万总，陆总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认真面对就是了。这没你的事儿，出去吧。是。小倩，你跟了我们这么多年，有些事儿我也不想瞒着你。跟太湖对岸销毁公司的陈总打个电话，告诉他，我们公司有一批不合格的产品要销毁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说的时候尽量不让他怀疑我们烧的是黑心棉那个童装。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说。您觉得这样销毁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照办就行了。小倩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做黑心棉童装是犯罪行为，如果销毁，那不是销毁罪证吗？胡说！要说犯罪，那罪犯是曹星海。你混！放肆！可单子是我们万成童装公司下的，这货也是我们卖出去的。二位老总，我们的童装公司涉案黑心棉事件，这已经是事实。除了货柜车里还有2000多手黑心棉童装没有运出去，而另外的2000多手已经发往了经销商的手中。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按照童装市场的批发速度，这批货大多已经批发到了分销商的手中。那么就算是把货柜车里的这2000多手销毁了，也仍然销毁不了罪证。是妈的电话。电话我就不接了。我要去自首。加油！
老爸对不起你，你要听奶奶的话，好好学习。温家耀，那批黑心棉童装放在哪儿了？车上。套上吧。先不用，这儿交给我，你去车上检查一下。好，走吧。据万家耀交代，他们万成集团委托这个金斗童装厂生产的品牌名字就叫做蓝水花，颜色和款式呢，都跟这个一样。万成集团啊，没有发走的那批货呀，已经被公安机关扣留，但是还有2240件的黑心棉童装已经发送到了经销商的手里。我们呢，已经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啊，通知他们停止销售，并且呢，已经派人前往进行追缴。小何，怎么不说话？我是在担心，这2240件黑心棉童装，虽然已经通知了订货商停止销售，但是很有可能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发往了分销商手中了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这一批服装啊，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消费者手上了。这个呀，就正是我担心的。现在啊，社会舆论正在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压过来，我们织女镇又将面临危急的关头，如何自救将成为我们镇党委镇政府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。是。对了，徐副镇长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虽然万家耀自首了，但是这个事件性质很严重，他将面临司法追究。我明白。现在我们正站在织女镇最大的民营童装企业万成集团的大门口，万成童装厂的负责人万家耀已经被刑事拘留。关于这次黑心棉的事件，我们将跟踪报道。记者朋友们，刘经理，我刚接到集团董事会的通知，集团将另行安排时间召开一个媒体沟通会，会对事件做一个说明，请大家回去等通知。谢谢大家。刘经理，透露两句吧，上点消息吧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林梅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你心脏不舒服，好点没有？药吃了吗？要不要上医院？不要。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倒下。我不会倒下，放心吧。为什么每次都伤在自己的儿子手里，伤在曲小河手里？为什么？老万，你走得太早了。
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老夏，我是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大家都在议论的黑心棉事件。这个黑心棉事件已在近日告破了。按说，案子破了，本是好事，可我为什么还是感觉万分的沉痛呢？就是因为这黑心棉的出现，让我们整个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蒙受了耻辱啊！我们镇的其他服装行业也都跟着遭了殃。哎呀，怎么又是万城集团的事儿啊？这可真是难为小何了。万城啊，老是不太平。我觉着吧，这个事情出在万城，谁都想不通。现在关键是要知道那些流出去的黑心棉童装流到哪里去了，对，有没有穿在哪一个小朋友身上？你们想啊，如果黑心棉的衣服呢穿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不要气死啊！那已经卖出去的衣服怎么办呀？是啊，目前通过公安部门，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万城集团销售的黑心棉童装的去向。这批货呢，大多都销往了东北地区，由10个分销商分别来销售。我们和当地的派出所也一一进行了核查，追回了大部分的童装。还有多少留在外面了？据万城集团的出货单，还有330件没有查到下落。这么说，这330件童装都已经卖出去了？是啊。据我了解呢，这批童装已经分到了不同的经销商的手里，而且销售渠道呢也都不一样。如果是放在专营的店面去销售，倒也好查；可是如果再分销到流动的摊位，那这批童装就很难追踪了。这330件童装，现在很有可能已经穿到了330个孩子身上，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棉衣里还填充了有害的黑心棉。许副镇长的意思是说，想要把没有查到下落的330件黑心棉全部都找回来，对吧？对，必须追回来。黑心棉给我们织女镇抹的黑，我们要一块一块的擦干净。佳明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是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刚去看了看露露，这孩子现在也不说话，估计他爸这事儿让他太伤心了。我昨天也去看了露露。哦，她话不多。露露长大了，早就有自己的思想了，你跟她说太多也不太合适。也是。妈那儿呢，我也去看了，但是刘梅直接把我堵在了门口，说牛董谁也不想见。我妈那个人啊，要面子。我哥现在第2次被拘押，他肯定又难过又着急，估计谁也不想见。他在家人面前情绪失控。我知道，所以呢，我委托了一位能让你妈情绪好一点的人，带我去看她。谁呀？哎，水珍啊，你那么忙，还来看我，不用特地来的。我今天给你熬了点鸡汤，里面放了黄芪，补气。谢谢。万城出这么大的事，你的压力肯定很大的。我不来，你一个人想东想西的，心里不好受。一如，有句话我说了，你不要生气哦。说吧，放心说吧。水珍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只有你说的每句话不会让我生气。家要的事，你不会怪小何吧？不怪，这是他的工作嘛。要怪就怪家要陆欢，他们俩太作了。
要不忙的话，留下来吃晚饭吧。哦，喝茶，吃点葡萄啊，我没事给你备了。谢谢大家的到来。我是钮一如，是万成集团的代理董事长。我对这次童装公司犯下的严重错误深感痛心。我代表万成集团的董事会和童装公司，向曾经信任过我们的消费者、经销商，还有在座的各位，表示深深的歉意。我要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请问牛董事长，您对于这次黑心棉事件，万成童装公司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？您能具体说一下吗？童装公司的负责人万家耀应该负全部责任。请问牛董，您对这次已经发货的黑心棉童装将如何处理呢？公安机关和织女镇镇党委、镇政府已经组成了调查小组，在严密的调查了。据我了解的最新消息，已经有2240件黑心棉童装追回来了，正在处理中，还有330件童装正在追回中。上午我针对黑心棉事件向镇政府也做了一次采访，曲小河副镇长给出的数字与您所说的吻合。请问牛董，您对还未收回的黑心棉童装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？是啊，我们想知道万成集团的下一步做法。我们很想知道您的态度，包括万成后续的措施，希望您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。我想我们万成集团一定会全力以赴地配合镇政府进行严密的调查，要把所有的黑心棉童装都追回来，一件都不能少，并且有适当的赔偿和道歉。现在是我们万成犯下的错误，我们应该得到法律制裁。目前童装公司的负责人万家耀已经刑拘，将面临法律起诉。我相信我的儿子万家耀，他也一定会引以为戒，也欢迎大家对他的监督和批评。在这期间呢，童装公司的总经理这一职由我担任，我将亲自对产品的采购、营销、宣发等团队进行重组。我也希望我们万成尽早的从黑心棉事件的阴影当中走出来，继续为我们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贡献应有的力量。妈，那330件童装没有下落，一定是被卖出去了。卖出去的时候也不可能登记卖给了谁，这怎么追呀？妈，我觉得追回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吧，要不然那些媒体记者会紧追不放，把我们万成集团搞得越来越丑的。妈，你觉得你现在还不够臭吗？我去躺会儿。二婶婶，人家都说像我这样的年纪是最好的年纪，阳光灿烂，无忧无虑。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比老年人还要沧桑，比任何一个同学经历的都要多。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老爸，短短几年被抓进去2次。露露，你这哪叫沧桑啊，那叫成熟。原来我还挺担心，这次因为你爸爸的事情，
你又要逃学，但是没有想到你看起来挺坚强的。我要是你这个年纪遇到你这样的事情啊，肯定比你颓废多了。喂，嫂子。小何，我想找你谈谈。现在吗？晚上来我家吧。好的，那晚上见。嫂子，你叫我来是有事找我对吧？没关系，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跟我说。哎，你小何，放过万成吧。你先起来，起来再说，嫂子。嫂子，抱歉，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。那330件童装必须追回来。可是你们政府这么一追，媒体就会一直跟进，我们万成也会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中，那童装公司就完了。追回所有黑心棉童装，对万成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，即便有舆论，那也是正面的。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。你不觉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苦。想当初，万成好不容易拿下了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权，却被一场狂风暴雨给卷走了。污染事故、仿牌事件，到现在的黑心棉，我们就好像一直被架在火上烤着。小何，就算嫂子求你了，让这件事情彻底的过去。嫂子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也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我这么做是对受害者负责，也是对织女镇负责。那谁来对万成负责？你对万成没有感情，对佳明总有感情吧？我就是因为最看重这个情字，才坚持追回每一件黑心棉童装。这是对受伤害的那些孩子的情，也是对万成的情。小何呀，你明知道现在集团的处境就像半个身子被埋进坟里一样，你现在还要再往上添几把土，把它给活埋了？像你这样深明大义的女人，能够嫁进万成的门，还真是万家的荣幸啊！嫂子，不好意思。熊天宝，干嘛呢？哎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别那么鬼鬼祟祟的，小点声。跟你说点事儿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快说！哎呀，你别那么大声啊！怎么了？明天是我妈生日，我给她买了点东西，放门口了。你看见的，跟她说一声。你怎么不亲自告诉她？我妈那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怕我再坐轮椅。你也有害怕的时候，那你就应该想想，你妈为什么打你，为什么罚你跪门口。天宝，我记得小的时候，一旦我被人欺负，都是你替我出头。虽然我不喜欢你跟别人打架吧，
但是在我心目中，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。可是你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，哪还有一点正义的影子？叔儿，读书读傻了吧？哪儿那么多大道理？曹金海的黑心棉是不是藏在你们公司货柜车里面？是又怎么样？老曹花钱找我运货，我总不能不给他运吧？我们是物流公司，又不是质检。再说了，他那里面是不是黑心棉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而且这个事情，派出所早就找我们了解情况了。衣服是不是黑心棉，你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你自己的心是黑是白，你自己最清楚了。你小点声。我劝你啊，以后多替你妈着想一下，啊，别再做那些亏心事了。东西我放我妈门口了，明天你看见她，告诉她那是我送的，祝她生日快乐。你爱说不说？随着织女镇黑心棉窝点的逐个突破，当地使用过黑心棉的童装生产厂家也一一浮出水面。请问曲副镇长，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追回已经流落到普通消费者手里的330件黑心棉童装呢？您可知道这可是一个耗时又费力的工作啊！这次不仅追回的是330件黑心棉童装，而且追回的是市场对我们织女镇的信任。这是对孩子负责，也是对我们织女镇的产业负责。近期公安部门加大了对黑心棉童装的打击力度。我身后这批货车便是警方刚刚缴获的一批黑心棉童装。黑心棉童装在织女镇已经猖獗了1年多了。据调查，是一个犯罪团伙在作案。经过调查，这330件漏网的黑心棉童装，大致分布在全国6个地区，全部都已经销售出去了。我们和当地的童装门店进行过电话联系，得到的反馈是不可能帮我们找回销售出去的这些童装。为了把每一件卖出去的黑心棉童装找回来，我们可以分2步。第一步就是向全国公开发布召回信息，第2步就是组织志愿者前往这6个地区进行一件件收回。万城一共出售了2240件黑心棉童装，现在还有330件没有追回，正穿在孩子们身上。我请问你们内心有什么感受？这些黑心棉童装就像插在万晨身上的刀子，但是不管流多少血，这些刀子必须一把一把的拔出来。妈，这些是合作商近期对我们万城退订单的通知，其中还有6份法院的起诉书，告我们万城违反了法律规定，出现了负面的新闻，而且影响了他们正常的销售，毁坏了他们的品牌形象。你还有脸说？这些始作俑者是谁？你心里最清楚。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自从佳瑶自首那天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的，都会发生的。我们万城要度过这漫长的长夜，
这是我们的耻辱啊！我们应该赎这个罪。妈，我们赎的罪还不够多吗？别人不了解佳瑶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她吗？我佳瑶根本不是故意做黑心人，完全不是。你给我住嘴！你知道吗？你们这样做是毁了万成，是毁灭了他爸爸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建立的诚信。佳明，把那诚信2个字倒过来挂。倒过来。妈，这里面的棉芯都是我从蚕农手里拿到的蚕丝做的。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割开给您看看。别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不，我不怕损坏一件衣服。做生意是要讲诚信的，我一定要给您看看里面是不是蚕丝。您看看，我们圆梦童装厂是绝对不会用黑心棉的。确实是好的蚕丝棉。可是，白老板，不是我不相信您的货，黑心棉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从织女镇拿的货，我买回去总不可能让人家一件一件拆开来验吧。今天我来呢，第一个来跟您说对不起，再一个我是来退单的。咱们这么着，等这事儿风波过去之后，我们继续合作。织女镇寻找黑心棉童装公告，这公告登得这么大，你说谁还来织女镇买童装啊？真是丢脸丢大了。小陈，可不能这么说，公告登得太小，没人看到，那不是更难把黑心棉童装找到？小陈，你就完全没有理解镇政府登这个公告的用心。什么用心啊？良苦用心。对嘛？嫂子，你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？小何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要再来见你一面。嘉耀哥那边怎么样了？他还在候审期，我不能见他。家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随时告诉我。我今天来，确实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。什么事？想请你入驻万城的董事会。嫂子，我是政府的工作人员，怎么能入驻万城的董事会呢？
是啊，一开始呢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一心一意的在政府工作，为织女镇做了那么多的好事，怎么可能打万成的主意呢？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你在政府的这个工作，更方便你打万成的主意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的话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很清楚。你利用副镇长这个官职，一次一次的捏着童装公司的命脉，让家耀吃了2次官司。如果你对万成没有所图，你何必要这么做呢？家耀被抓之后，我一天都没有睡好觉，一直琢磨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，都是因为你是一步一步都算计好了。开始想搞掉家耀和我，接着你连婆婆都想请出去，然后你好拿下万成的大权，把集团几亿的资产都占为己有。你不要否认，你一开口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嫂子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平静下来。家耀哥那边我会随时关注着，要不然你让露露过来住几天吧，省得你操心她的学业。好啊，那就让露露过来跟你住几天。要不要顺便也把万成保险箱的密码告诉你，这样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都是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每个人都会对我这么说，说你这个女人要是进了万家的门，那是家门不幸，是万家上辈子造的孽。我以前一直说陆欢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说话不经脑子。可是今天跟你说的那些话，又好像不是这样。是不是他心里有一些特别不好的预感？我也这么想。他看着妈让你把诚信这块牌子倒挂起来，可能是担心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结局。也许吧。算了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万成可是织女镇的骄傲，我是真舍不得看到万成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到劫难。放下万家儿媳妇的身份不说，哪怕作为一名普通的镇民，我也该把万成集团流失的每一件黑心棉童装找回来。我支持你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织女镇的镇长，我叫徐康。首先，我介绍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人员。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织女镇的企业家代表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代表、订货商代表。在我的右边是我们市媒体的朋友。首先，我要公布一下使用黑心棉企业的名单，大家往那里看。在这个名单中呢，有70家使用黑心棉企业的名称、地址、厂主的姓名及举报电话。这是我们镇自发生黑心棉事件以来，镇政府出台的又一项严厉的打击措施。凡是查到的曾经生产过黑心棉的企业，都将作为黑名单，公示在这个屏幕上。以后来我们镇进行商务洽谈的订货商，只要通过这个公示牌的搜索，就能知道他的合作伙伴是不是黑心棉厂家，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和信誉良好的企业进行商务合作，也确保了合作方和消费者的利益。下面有请记者同志发言。请问徐镇长，这70多家上了黑名单的企业，如果整改后还能不能重新恢复生产？不能。
因为明知道是黑心棉，还要用来生产童装的成品，这就失去了基本的商业道德，同时也触碰了法律的底线，这是犯法的行为啊！对于这样的厂家，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，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，必须关停。那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像万成集团那样，虽然没有生产过黑心棉童装，但是在他们外加工的货物中分销了黑心棉童装，那像他们这样，是不是也列在了这个黑名单之内呢？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啊！经过我们调查取证啊，大概有200多家经销商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经销了黑心棉的童装。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的态度也是严肃的，必须经过司法部门的论定和处理，才能允许他们继续从事正常的合法经营。各位织女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夏。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新闻了，今天是织女镇寻找黑心棉童装工作队整装出发的日子。一共有24位政府工作人员，还有志愿者，分别要去全国的6个地区，要把所有的黑心棉童装全部找回来。什么叫认错？织女镇这一次的做法就叫认错。什么叫担当？织女镇这次的做法就叫担当。